中巴军演中，中国军机扮演印度空军作为假想敌，这么安排有何道理？又体现出我们对印度空军什么样的态度？上个月，中国派出包括歼 10C、歼 11B、歼16和空警500在内不少军机赶赴巴基斯坦，参加在巴基斯坦举办的中巴雄鹰 IX 联合空中军演。由于近日中印与印巴之间都有些摩擦，因此此次中巴空中军演，印度扮演什么角色也颇受关注。而之后媒体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解析。根据俄罗斯媒体 Top War 报道，此次中巴空中军演的确又将印度空军的军机作为参考对象。有意思的是，这场军演的假想敌由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来扮演，像歼 10C 模拟印度空军刚从法国购买的阵风战机，而歼 11B 被用来模拟印度空军中数量最多的苏30 MKI 战斗机。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空军派出了 GF-17 枭龙战机参演，歼 11B 用来模拟苏30 MKI 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歼11战机最初是从俄罗斯苏27战机改进而来的。同样的，苏30战机也可以看作是苏27战机的后续版本，两者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不过歼 11B 战斗机的设备大多实现了国产化升级，已经算是一款国产战斗机，综合性能上要优于苏30 MKI。另一方面，印度被拿来与我们歼20战机相提并论的阵风战机，是由歼 10C 来进行模拟。据获悉，我军之所以拿歼 10C 战机来模拟阵风，主要是因为这两款战机在大小与性能以及航电系统上类似。而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印空军的态度。首先，我们并没有小看印度空军，虽然说印度空军战机基本上都是采购自国外，但是相对于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西南前线有着数量优势，因此中巴联合军演将印度军队拥有的战机作为演练目标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印度战机的客观认识甚至要比印度人自己都要强。记得阵风战机刚到印度那阵子，印度可是举国上下都在尬吹，甚至有不少印度专家出来论证，阵风战机要比中国的第5代战机歼20还要强。不可否认，阵风战机的确是一款性能不错的战斗机，但是真的能达到第5代隐身战机这种水平吗？很显然不会，不然法国人干嘛不把阵风定义为5代机？可以说，印度空军靠多少舆论宣传，也不会实质上让本国的空军变强。相比之下，中巴进行模拟训练显然更有意义。有意思的是，此前印度空军一直把我们的歼20战斗机作为假想敌，但万一真的有冲突，我军的空中主力将会肯定不会是歼20。美俄加紧北极竞争，为何北极成为关键之地？美国人试图拉中国下水，我们又是什么态度？近日，俄罗斯方面宣布将俄海军北方舰队分出为单独的军事单位，并且命名为第5军区。无独有偶，近日美军方面同样宣布将在北极进行军事演习，而演习区域就靠近俄罗斯的海域线。美国海军部长还表示，美国舰队将在北极的俄罗斯海岸开始定期巡逻。在美俄两军征兵北极的情况下，北极已经成为美俄新的博弈地点。那么为何两国突然重视起北极来了？根据美国智库网站 CSIS 的分析报告，北极冰融化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2006年的预测，海冰现在以每10年 12.85% 的速度下降，这意味着北极的冻土也开始融化，隐藏在北极冰层下的丰富资源将会成为可开发的资源。据估计，该北极地区拥有世界上未发现的石油储量的 13% 和其天然储量的 30%。除了资源，北极冰川的融化意味着北极航空将会变得更加通畅，而俄罗斯也有可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太平洋不动港，欧洲和东亚之间的旅程将会大大减少。这对于俄罗斯而言，可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俄罗斯也指望着凭借北极的开发一扫颓势，只不过他们目前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对于美国而言，是肯定不会对俄罗斯开发北极坐视不管。首先，美国将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再者，美国在北极同样有利益，俄罗斯掌控北极必然会压缩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最重要的一点，俄罗斯北极地区距离美国本土很近，一旦俄罗斯实现开发，就可以在该地区部署弹道导弹，只需要中远程导弹就能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因此美国认为，他们必须要阻止俄罗斯在北极崛起。不仅如此，美国人还在担心另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国想成为一个近北极国家是幻想，中国远在北极900英里之外。按理说，北极的主要矛盾在美俄两国，为何蓬佩奥急于拖中国下水？实际上，俄罗斯一方面在寻求引入中国投资来助其开发北极，而美国自然就把中国视为俄罗斯在北极的盟友。蓬佩奥拿中国来说事，实际上就是给中国下个套，让中国来表态。我们要顺着说，美国人就会反咬一口，我们在北极参与竞争。
如果我们反对，那么美国人就能以此为借口污蔑我国在北极的投资项目，可谓是用心歹毒。然而，我们的回应很机智。在蓬佩奥发出质问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国本土距离南海8300多英里，为何美军常年派军机与军舰抵近侦察？这一回应就把蓬佩奥的问题给堵死了。既然美国人能大老远来南海，为何中国不能去北极？之后，华春莹也强调，我国在北极和平开发的战略，并没有顺着美国人的套跳下去。可以说，我们一开始就识破了美国人的想法。随着美军逐步在中东撤军，俄媒直言，美军在中东的影响力受到挑战。中俄又是如何动摇美军在中东的霸权？据俄罗斯媒体军工信使报道，近日，美国兰德智库分析师对2020年1月美军杀害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后，到今年1月份这一年，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变化进行了研究。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说法，美国对苏莱曼尼的袭击不仅破坏了美国与伊朗的关系，而且也破坏了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事实证明，美军刺杀苏莱曼尼是一项赔本买卖，并且使得美军在中东的影响力受到影响。而俄罗斯媒体谈到，随着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逐步失控，尽管美国研究组织的许多辩论都集中在评估美国亚太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局势，但中东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在中东影响力正在受到驱逐，不仅是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在抗拒着美国，更重要的是外部国家对美国在中东利益形成挑战。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与俄罗斯。军事分析家认为，美国社会如今在与阿富汗与伊拉克近20年战争中陷入战争泥潭，并且产生了挫败感。因此，美国内部对于是否完全从中东领土撤军产生了争议，并且从中东撤军的提案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而从中东撤军看似是美军为重返亚太作为准备，但实际上也体现出美军在中东逐渐失控，并且正逐渐将中东交还给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去年6月份的报道，中国主要利用其经济实力在中东建立长期战略立足点，而俄罗斯则通过有限但相当密集的军事手段部署，在中东发挥作用。像在叙利亚，俄罗斯帮助叙利亚军方稳定国内局势，并且给予亲美武装重创，这就极大提升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威望。随着美国将改变其军事能力的平衡，并将现有资源基础重新分配给亚太地区，这反而给了中国在中东的回旋自由。中国是伊朗与阿拉伯联盟1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并且在2016年，中国也成为中东地区最大投资国。而在2017年，中国在吉布提地区建立后勤保障基地，就得到很多中东国家的支持。随着美霸权出现真空，两国将继续抓住机遇，驱逐美军在中东的影响力。总体而言，美国在中东地区除了展现自己的军事实力外，没有其他新的东西可提供。美国近20年霸权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中东。美国通过几次对中东的战争来确立自己全球霸权的地位。一旦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受到影响，直接动摇的便是美国的霸权。可以说，当年美国靠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确立自己的地位，如今中东却成为美国的软肋，撤也不是，不撤也不是。但总的来说，是因为美国对全球掌控力的下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这种局势也相当于对美军过去在中东所作所为的一种还债了。